却要从何说起？崔继义此言何意啊？崔某从未见过这78000户粮食，更不曾据闻回执啊，不曾啊。崔继义，此事乃是王某经手，这回执也是继义当日当面交与王某的。继义何敢当着司空与诸位上官的面打诳语？无人定如此事。78000户粮食，那是一座弥山，崔某何敢轻忽？7日之前，贵县确实借来了一批粮食，确实只有1800户，哪来的78000户啊？崔继义，难道这回执上的签押是假的？这钱呀！将这个贪墨军粮的贼子给我拿下，收押。卑职真的不曾见过。这7万，崔继义，得罪了。未曾见过。都头，守在门外，任何人不得靠近。是，郎君。郎君，粮食呢？下官真的未曾见过那粮食。这不是粮食吗？如此阵仗，便吃不下饭了。卑职真的未曾见过。这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温州的这批官已经要不得了。郎君，知道他们在说谎。那不然呢？坐。那可是78000户粮食，眨眨眼睛，便消失无踪影了吗？温州的这帮城狐社属有几分能耐，我不清楚。可你崔子谦有几分能耐，我自问还是知道的。郎君知道，下官是个谨慎的人，7、8万户的粮食，如许大的数目，以郎君的仔细，势必要亲身验看核准。未得郎君允准，下官岂敢擅自在回执上签押落笔？不敢。然而，回执上确是下官的亲笔，难道转运司里有内鬼？他们敢如此大胆，想必是有恃无恐，手脚做得细密。即便去查，一时间也未必能查得出来。若是神官够在，便是好了。这些龌龊下作的虚礼手段，瞒过郎君和下官容易，瞒过沈兄却是不易。沈兄有沈兄的法子，我有我的法子。郎君如何布置？下官谨奉君命，纵是粉身碎骨，下官也要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。既知道是鬼域伎俩，还查他作甚？做甚？他们是如何做的手脚，这都不重要。方才你说过的一句话，才是紧要之处。你说，那可是78000户粮食，是一座弥山啊。可这么大一座山，他们会搬去哪儿呢？一州治所之内，米店关张停对，民人连有饥色，这说明什么？温州缺粮。我问的是，为何缺粮？民间的粮都让官府征走了。台州之事，你也算是亲历者。先征后粮，田土兼并，这是何等恶政！
可你见到有米店关张停队吗？也是，便是台州，民间也还是有粮的。可温州这里，不仅民间没有粮，连官仓也只有500户存粮。难不成这些粮食长了翅膀自己飞走了？不能飞啊！是啊，是啊，这手脚是7日之前做的，在没有拿到你的亲笔回旨之前，他们敢将这些粮运出温州吗？断然是不敢的。那拿到回执之后，敢运了，但运得出去吗？运不出去。连日大雨，水路断绝，再加上海风肆虐，军粮都运不过来，他们自然也运不出去啊。粮食还在温州，会藏在哪儿呢？粮食受了朝会霉变，因此存粮的地方必须干燥通风，而且不能有虫害和老鼠。这么多粮食，寻常的米店粮仓根本存放不下。温州左近能存下这么多粮食的所在，有2处，一处是官府的昌平仓，另一处博弈坞的战仓。正是。子谦，辛苦一趟，走一遭玉环山水寨。水师罗胜，我要借兵。九郎军想借用多少兵马？郎君想调用水师步战都。这许多间店铺仓储，怕是要等明日天亮了再来搜检。等不到明日了。提取方在哪？那边。带路，走。原来是老相识啊！尔等竟敢趁夜进来博弈坞，无也不是中原，若不当等匹夫，肆意妄为。全知温州欧阳公在此，尔等谁敢无礼？欧阳宽和王翦到了，请他们2人进来。传九郎军军命，请欧阳明府与王县令入内叙话。2位贵官，九郎军在内候着2位。九郎君，这什么意思？欧阳宽，你这是与我说话呢？下官温州知州欧阳宽，
见过司空。跪下。本官是吴越的知州，不是你九郎家的奴婢。司空是国家宗子，何以无故折辱大臣？郎君，他毕竟是亡命奉主的封疆之臣。那这样，我问你一件事儿，你若如实回答，今夜或可免你一死。程昭月给了你多少钱？本官听不懂司空在说些什么。那你知道吗？也不知道。崔继义，下官在。那就去山岳社专处去看一看。诺。拉开！冒这么大的风险，弄了这许多粮食，便是撑破肚皮，你自家也吃不下吧？那自然要拿出去卖了。这吴越国中，能买得起这许多粮食的买家，确实也不多。温州博弈物里，这样的买家，就只有一家。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到底拿了多少钱财，值得把自家性命都搭进去？郎君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都找到了。司空，下官交代，下官都交代。没机会了，拖出去，行军法，斩！司空，下官都交代。司空，本官是司空，你不能杀了本官！司